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考虑租借 F-35给台湾，改变台海军力对比。这是一个看得过去没那么大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所以我今天选这个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啊。先说新闻啊。美国考虑租借 F-35到底哪个型号没说啊？那么给台湾，然后在美国本土训练台湾的飞行员，组建一支 F-35的部队。那么这个部队呢会停留在就是驻防在美国本土。那么一旦需要，他就可以飞到台海去执行任务。那么这是 F-35是美国现在美国和他的盟国的主力战机啊，美国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总计会装备2456架战机啊，这个 F-35，那么是世界上属于第5代战机，那么它的作战半径有1000公里啊，1000公里，第5代战机。它是叫洛克希德马丁这家公司研制的。那么这家公司是被中国制裁啊，被中国制裁。它的特点，这个飞机的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隐身设计，还有先进的这个电子系统和超音速的这个巡航能力。2015年2月9号在英国编列服役。2015年6月28号。美国这个飞机授权在日本开始做第一家生产，到了2018年的6月11号，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了第300架 F-35战机交付使用啊。那么这个 F-35战机到底有多厉害？它是经过战火洗礼的啊。那么以色列2次派2架战机飞到那个以色列的腹地啊，攻击什么呢？攻击这个伊朗的军事目标2次。那么其中有一次呢，就这个以叙利亚的防空网是俄罗斯帮着花钱建起来的啊。那么基本上是全俄制装备，发射了100枚导弹。1架飞机没打到啊，所以它基本上它的隐身能力非常强啊，非常强。那么它2次飞过这个叙利亚，对伊朗的这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啊，然后完成任务飞回来，毫发无损啊，基本上它已经能够证明它的能力啊。那么一旦台湾拥有了一个这样的军事力量，那么实际上会改变台海两岸的这个军力对比啊。为什么？因为在目前来看啊，那么这个台湾在制空方面还没有优势啊。虽然 F-16现在在升级，但是 F-16升级明显是有一些代差，的啊。那么而它采购的 F-16V 要到2026年才能到货，虽然现在就可以，它可以租借美军的 F-16，但是它毕竟还不是自己的嘛啊，所以基本上现在就这样。如果 F-35它真的租借一支部队给台湾的话，那这个影响就非常的大，那台海两岸的这个制空权可能就不是在大陆那边了，可能就在台湾这边了啊。我讲一下这个新闻本身，这个新闻是新闻周刊啊，他是美国前国防部长 Stephen Bryan 写的一篇文章，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个中国加强对台湾的袭扰的时候，美国不能袖手旁观。那么华盛顿1979年与这个台湾断交以后，首次派遣高级官员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是台湾需要美国做出更大的承诺，这个承诺的关键要素就是将 F-35隐形战机提供给台湾。他目前
美国限制出售这些战机，部分原因是对台湾空军的飞行能力感到担忧，另外一部分是出于对中国大陆政府反映的忧虑啊。文章说，第一个问题可以通过美国训练台湾飞行员，然后让 F-15在美国本土待命啊，用这种方式啊来解决啊。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政治问题，但是可以克服。他说2018年我访问台湾，并且在国防大学啊和东亚和平论坛发表演讲。他说我说啊，美国应该大大提高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我建议在美国拥有一支 F-35的后备部队，该部队要么属于台湾，要么租给台湾。该部队将有能力应付来自中国大陆的任何的攻击啊。台湾目前没有隐形战机，台湾有140架旧的这个 F-16战机正在升级，那么即将获得66架 F-16V 啊。那么但是呢 F-16V 到2026年才能够交付，这意味着至少在接下来的5年当中，台湾不得不依靠老式飞机。那么升级计划呢，到2020年，那么有50架升级的 F-16啊，那么租借 F-35啊，也具有经济上的价值啊，他大概是这么说的啊。那么后面还有一些我就不念下去了，意思什么意思呢？他的观点2点，第一点，用租借的方式啊，省去购买采购的漫长的过程，而且呢，我觉得他的这个第2点很重要，他呢把这个用租借的方式呢保全这个战机机队，因为他是租借，然后他又把它部署在美国本土，也算是帮着保全这支部队，也可以保持它的军事机密嘛，可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啊。那么一方面又帮他训练，一方面又帮他保存，需要的时候，当然他不一定在美国本土，他可以去美国的部署在美国其他的军事基地，比如说日本啊什么的。如果需要他飞到台海来，时间很快就可以飞过来，所以这个建议其实是蛮有建设性啊，蛮有建设性。那么去年以来，从2019年，美国开始大量的为台湾提供这种先进的武器装备啊，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在前面的节目当中说过，但是我还可以讲一下啊。2019年7月8号。卖给台湾2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其中包括这个108辆艾布兰坦克，就是 M1A2T 啊，这个坦克基本上是地球表面上最先进的武器啊，最先进的坦克了啊，这是，然后是250枚刺针式的导弹啊，就是飞弹啊，大陆叫导弹啊。这是一个啊，这是2019年的7月8号，到2019年的8月20号，就是卖了66架 F-16V 啊，80亿美元，这个是最高的一次的采购的金额啊，66架这个 F-16V 战机啊，那么75架发动机，还有这个其他的相关的装备和服务啊，总共是80亿美元。那么到了今年的5月20号，再卖什么呢？卖了18枚 MK48的鱼雷啊，这个鱼雷是打那个什么的，打航母的啊，就是 1.8 亿美元。那么最近9月份，美国呢就开始干什么呢？美国开始一次性打包出售7种装备给台湾。以前呢，为了降低这个大陆方面的反弹，他通常是把很多武器分散来卖，这分散来卖就没那么大目标。他这次不同，他这次呢一口气卖7种，包括什么呢？包括地雷啊！你看一说地雷就知道是为了阻止那个登陆使用啊，地雷、巡航导弹、
然后是无人机啊，无人机大家会知道啊，无人机大家都之前呢，大家总觉得无人机是拿来做侦察用的啊，就经常觉得好像是电影里面看的那无人机啊，这个照射，但是这次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的这个军事冲突，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无人机最厉害的是什么？打坦克啊，打那个坦克，就像打电子游戏一样，这10分钟打了多少个炸坦克？我没看，我没数啊。所以大家想一下，无人机打坦克，然后你看这个鱼雷打航母，然后就108架这个108架最先进的坦克。然后现在干什么？现在最后是到哪里？现在最后就是卖 F35，租借 F35给这个台湾。那基本上美国的意图就是很简单，尽快的武装台湾啊！你看，从制空到制海，你看有潜艇用的，有陆上用的，有这个空中的。现在就是 F35，就是抢占制空权，然后再搞一个什么呢？搞一个无人机来打坦克。你从这些行动你可以看出来，美国的意图很简单，第一个，尽快的武装台湾，把台湾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刺猬啊，变成一个刺猬对美国来说是有好处的，有2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让它能够自我防卫，这第一个想法啊，第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当然就算是不能够完全自我防卫，也能够拖延时间，拖延防守的时间啊，至少这个等美军援军到来的嘛啊，没那么快被打垮。这是第一个意图啊。第二个意图呢，过去20年啊，美国的台海政策叫战略模糊，但是它战略模糊其实有一个动作是一直在做的，过去20年一直是这样的，就是对台湾的军售，就是逐步的在减少，而且拖延的很长。这个美国对于台军售的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改变了台海的这个军力对比的。大陆那边就不断的在研发新的武器装备，台湾这边呢就自己研发呢被遏制，然后另外呢美国又不卖武器给他，所以为什么现在是出现一个这样的不平衡的局面，是过去20年美国战略模糊的政策造成的。那么现在美国呢就赶紧改过来就使劲卖武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武器的出售的这个第一，出售的级别；第二，出售的规模；第三，出售的水平都在大幅提高，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意图。那么从台湾那边的态度，你可以看出来啊，台湾的，你看这些武器慢慢的到位之后，台湾方面对大陆的态度也开始慢慢的变化。昨天台湾的国防部长自己在那里讲一句话，叫自己的国家自己守，自己国家自己救啊。这个话还是有点分量的啊，是有点分量。所以他慢慢的，台湾方面开始慢慢的有底气了，因为他有军事实力。大家知道，你在政治上你要守得住，前提是你在军事上要守得住。你在军事上守不住的话，你在政治上也没有底气，你没有底气，你在你的很多行为都会受到约束啊，所以你不敢惹事儿，你怎么惹事儿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形势啊，这个形势和什么有关系？跟我们还是讲中美台这个三角关系啊，这三角关系是有一系列的条件的影响。我们在这讲啊，最近美台关系升温啊，那么台湾美国的主要的官员访问台湾，引发了大陆方面的这个反弹。大陆方面的反弹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派飞机飞过来啊。那么飞机飞过来的情况会让大家关注，
大陆是不是有意图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去对待动武啊？所以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忧虑会改变很多人的行为和看法。这里面有一个谁呢？就是叫 Colton，他是一个很强硬的参议员，共和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他10月7号出席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是一个保守派的研究所，他参加他们的一个视讯对话啊，他这么说，他说美国应该改变对台政策啊，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对武力犯台最大的考虑是什么？就是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他没有其他的顾虑，他只有一个考虑，什么考虑？就是成功机会有多大。那么，而成功机会有多大，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美国对两岸军事冲突的反应。所以呢，他说我们应该从我们讲的是美国啊，他说我们应该从2个方面支持台湾。第一，必须继续开始做这个川普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扩大对台军售啊，非常具体、非常直接、非常专注，达到一个单一的目的。什么目的？就是延长台湾自我防卫的时间。这是第一个。就他没有，他说他言下之意就是我不指望他能够打赢，但至少呢，你能打的时间要够长，我能来救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做的第2件事情，就是是时候改变什么呢？就是是时候对防卫台湾做出承诺，而且毫不含糊啊。Colton 认为，美国必须改变两岸议题上所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啊，开始要做这个动作了。他说，让中国采取克制行动的首要因素，就是美国要做出明确的声明。就是我们会协助台湾维持它的领土完整，这不需要改变台湾关系法，也不需要改变一中政策，也不需要改变任何我们现在外交关系，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成本最低的一个做法。然后呢，众院这个 Colton 呢是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然后呢，众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叫什么呢？也是共和党。所以你看，共和党的对华立场是非常强硬的啊。加拉格尔啊，他叫加拉格尔，他说现在的台湾就像冷战时期的柏林一样，它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竞争的中心。他认为以前的这个战略模糊政策已经不再有用，华盛顿应该采取战略确定的政策，让中国清楚的知道对台动武，美国不会没有反应啊，他是这么说。然后有一个新闻值得跟大家一起说一下，就是今天有一架美国的空军的飞机，今天从上午穿过台湾海峡啊，穿过台湾海峡。这架飞机叫 MC-130J 特种战机，它其实是美国空军的一种特种机啊，特种机。这个飞机很奇怪，它怎么飞的呢？它是从北向南飞，它有个叫台湾西南空域的飞行爱好者，大家知道，这网上有很多这种监控的这个系统啊。他就看着它飞，他就从北往南飞，沿着什么呢？台海中线飞，台海中线飞。这架飞机就飞了一遍就走了啊，就上午11点，上午11时19分，飞机沿着台海中线从北往南飞然后飞到24分，这个飞机沿着中线在飞啊，到了哪里呢？12点27分。这个飞完就飞，然后就 L 型向西飞走啊，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台海中线啊，台海中线什么意思呢？这个
130J 这个飞机属于它是由 C130改装而来啊，它可以执行空降、运输、突袭、空中加油、搜救的任务啊。估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过去一段时间，美台关系升温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大陆最极端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否定台海中线啊，否定台海中线。我今天要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看美军沿着台海中线飞一遍，然后再飞走啊，意思什么意思？你不说台海没中线吗？我飞给你看啊，飞给你看。你再说台海没中线，我就不在这边飞了，我就在那边飞了。你说没中线，我就沿着没有中线的地方飞。所以实际上美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再画一次给你们看一下，因为台海中线实际上是美军画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想再一起说啊。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啊，这个10月6号在华盛顿的智库叫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一场活动中宣布了他的海军战力2045的计划。他的这个计划呢，讲了一个什么就是有点像放卫星的意思啊。他提出来要建一支500艘战舰的舰队，500艘战舰啊。这个战舰呢，其中355艘是传统意义上的战舰，其他全是无人战舰啊。无人战舰也就是说，如果是500，那就100多架，145艘无人舰啊，无人战舰。他说我们要建立一支这么庞大的舰队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你看，大家记得吗？我们印象中是9月份啊，9月份美国出了一个中国军力报告，当时中国军力报告里面讲，中国的水面舰艇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啊，大家都觉得很搞笑，为什么？数量你没有意义嘛？你看，你可以再拉点渔船来，那面积更大，数量更大，对吗？核心的问题还是要质量嘛。但是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报告啊，做了报告，那么所有人都说，美国做这个报告是为了自己要做预算。那这个报告出来还没有1个月，这个埃斯珀就跑出来讲，他9月份实际上他提出来啊，他在兰德公司大家知道是一个智库啊，发表演讲，说要建立至少要350艘战舰的海军。当时大家已经觉得，原来前面讲那个中国军力报告讲中国海军是世界第一，原来是为了要做350艘军舰的这个预算。但是你看1个月过去了，他现在公布的这个方案比这个350艘还要多，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战舰是355艘，加了5艘，然后还有145艘无人战舰啊，加码了，他又在加码。他说呢，这个埃斯珀是这样说，他说中共计划在2035年之前完成他的军队现代化，到2049年建成一个能够主导亚洲的军队啊。但是中国的海军力量仍然没办法跟美国匹敌啊。他当时在兰德公司的时候，他是这么说，他说就算我们现在停止做军舰啊，中国还需要很多年才能赶上我们海上的能力啊，这是事实啊。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必须保持领先，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优势，我们将继续建造现代舰艇，以确保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啊，这是当时讲。那么这次他怎么讲呢？他说呢，美国需要将弗吉尼亚级的攻击核潜艇每年的产量从目前的2艘增加到3艘，
打造一支拥有70到80艘潜艇的海军潜艇舰队，但核动力航母的这个数量维持在11艘以内。你看，它就增加什么呢？增加了潜艇啊，增加了核潜艇啊，70到80艘核潜艇，这个核潜艇很厉害啊，很厉害。这个我印象中，这个核潜艇，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排水量大概是7000到8000吨，7000到8000吨是个很大的这个航母啊，很大的一个船了，很大的一个潜艇了啊。那么，为了实现美国海军战力2045的计划，艾斯伯说，他会预计呢会把这个海军的总预算提升啊，造战舰的预算占这个海军总预算的比例要提高到13%，然后让一些旧的武器装备退役。然后他的这个方案呢，得到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的领导人索恩伯里的议员的赞赏。他说，如果美国要维持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优势，需要一支规模更大的海军。这就是美国的态度。美国的态度其实很清楚啊，3点。第一点，美国需要保持优势啊，在军事上的优势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所有的前提，所有的话语权都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在台湾啊正在武装台湾，然后把台湾把美台关系带到另外一个层次啊。利用台湾去制约中国大陆，这是第二点啊，他的意图。第二个意图，第三个意图，全方位的，当然核心的是政治啊，政治力量。其实，在两国关系的对抗过程当中，政治对抗是核心的。那么左边是什么？外交，右边是什么？军事。基本上，地缘政治就这么来啊，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格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思路啊和态势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大体讲这么多，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今天的这个议题呢，就涉及到一些军事的内容，那么请熟悉军事方面知识的网友可以多多发表意见，好吗？好，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点：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尽量简洁。我尽量的能够把大家的提出来的问题、发表的观点，尽量的给大家读出来，好吧？那么看看大家今天有什么高论啊？明谢一下。Yip 谢谢 ，Mark 张谢谢 ，WFJ 谢谢 ，Yukiko 卡基达谢谢。好，提问：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台湾愿意全数购买，能否从侧面说明美台都认为大陆武统台湾是大概率事件？但王先生多次说大陆既无军事实力，又不可能冒险武统的政治风险，请问是美国认识不到这一点，还是另有原因？啊，好问题。有2点啊，这里面有2点。第一点，我一直认为啊，大陆方面武统台湾的这个决心和想法一直都有，无日无之。在这一点上，我不怀疑。我一直认为，中共的总书记，我认为从当年的邓小平一直到现在啊，到现在的这个习近平，他们我估计时不常都得看看我们
手上的牌够不够，够打就打了，不够打是吧？不够打再说，大概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中共一直想武统台湾啊，就是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其实是过去10年过去10年军事实力才上来。在此10年之前，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别说武统台湾啊，其实差很远，实际上差得很远。10年以前，我们讲10年以前的事情，还是差得有点远。中国的军事实力实际上是在军改之后，它的军事实力开始起来。那么，但是就算是现在，我还是认为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实力是不够的是不够的。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条件。我们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叫投射能力军事投射能力。就是说你要渡海作战，你得把部队送过去就算这个送过去这个动作现在都还没有这个足够的条件，所以其实他是没有把握的没有把握，所以他才不敢冒这个险。这是第二条第三条。除了军事实力以外中共政治内部的一些问题他自己也有问题就是说我一直在讲，就是中共要失去政权，其中有一个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发动一场战争。发动一场战争是让中共失去政权的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法或者是比较直接的一个条件原因是在哪里？原因就是中国的这个现状中国的现在的社会状况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共自己是有比较明白的看法的，就是他知道这个仗不能打，打了可能自己连政权都没了。就这几个条件放在这里，大体上是这样。这是一头，就是中国内部的情况。另外一头就是美国跟台湾。美国跟台湾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美台关系这次升温之后，这个特别是像这个卫生部长像这个副国务卿访问台湾之后，大陆这边呢做出来的姿态呢是什么姿态呢？就是我要表达一个很清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再往下走，我可能就要军事冒险的了。这是大陆表达出来的这个信息信息。那当然，当他进行军事冒险的时候，这里面有2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过去10年军改的成果，他觉得他有一点底气，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当美台关系升温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时候，大陆方面在政治上的筹码又不多，然后他的退路又不多，他往后退呢，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就是说这些年他对国内这个洗脑也洗了这么多年，就是讲了很多遍了，各种牛都吹完了，所以他能够往后退的空间不大。所以台湾也好，美国也好，他会觉得以这个事态来看大陆军事冒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这2个态势那当然我们对一个形势做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基本判断也不是说我们把这个判断一做下去，然后我们就买定离手，我们就永远不能变，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形势会发生变化，我们对一些形势做的判断是一个态势的判断，如果某些具体的事件引发一些条件的变化，那么情势也会发生变化。 OK 好吗？观点：解放军近年来军费暴涨，但是以曾经当兵的经历来看，100块钱能用到1块钱在军队上就是万幸了。首战即终战，这话靠谱。不过说的是共军。 OK，
观点：武统台湾还停留在想，实力不允许。同意王老师说过的，如果能够武统，中共一天都不会等。是的，我是这么讲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观点：粉红总说要武统台湾，似乎只有台湾会死人，殊不知战争是双方人民的悲剧，尤其是中共近年只发展进攻性武器，没有发展防卫性武器，尤其是防空系统完全没建立起来。真打起来，中共挡得了台湾的飞弹吗？真打起来，中国真的安全吗？当然，台湾目前是我们地球上这个防空密度最高的一个，就防空导弹密度最高的一个地区啊。这就是因为要防大陆嘛，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真打起来，我觉得 F-35为什么我今天会选择 F-35的这个话题来讲的原因是什么？就是 F-35的防空，就是它的作战半径是1000公里啊。那么这1000公里的话，它可以打击这个大陆的纵深啊，纵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就不仅仅是防御了啊，它不是仅仅是防御武器了，它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制约。当它台海的制空权 F-35上来，你跟歼20比，那还是 F-35要厉害很多嘛，是不是？歼20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战考验过嘛，是不是？它到底有多厉害，我们也不好说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台海之间的这个军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时候，那就不知道谁说话说了算了啊，这一点是很大的影响啊。观点：台湾应向美国租 F-35，但只放在关岛或者加索纳，由台方提供飞行员，美军提供训练和管制。这样一来，可以避免科技外流，保存战时存活度，同时可以担负一部分美军协防战力压力，双方都是双赢的局面。我觉得大概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副部长，他的想法应该就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又能够至少他能活下来吧，对吧？第一轮攻击他不可能攻到美军基地去吧，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比较考虑到比较周到的啊。提问：王老师问个题外话，看到您参加三权合一的节目，想问一下您如何看待王岐山亲信董宏被捕？习近平想打台湾，CCP 党内会阻止吗？中国开战的机制是怎样？要走哪些程序？这个我参加三权合一的节目，跟王岐山OK， 好吧，两点啊，第一点，董宏是王岐山的亲信啊。这个说法呢，老实讲，我是存疑的啊。虽然大家都在讲啊，董宏是王岐山的人，第一个我不确认这一点啊，因为至少我不知道他是他的亲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王岐山就说这个习近平跟王岐山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一直已经他们两者之间已经分开有一段时间了啊，他们只是大家还不翻脸啊，维持面上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要抓他？那当然，中国的官员基本上都有可抓性啊，就是说你说他出问题，那就是因为上面想抓你啊，有政治上的意图。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剑指王岐山？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背后的东西看不到。为什么？因为其实王岐山已经没有太多的实权了啊，因为他只是做一个国家副主席啊，国家副主席其实他没有太多的实权。我不知道为什么海外一直盯着王岐山。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说，王岐山对他完全没有威胁，因为王岐山完全没有权利。
对一个没有权利的人不断的对他施加压力没有意义啊，因为他不会对他产生威胁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把王岐山拿来挂出来说啊，肯定有政治意图。这个政治意图和习近平和王岐山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大，我觉得是跟其他的因素有关系啊。大概这是我的看法。观点：千万不要租借 F-35给台湾，台湾内部有大量的间谍和共奴啊，都说不放在台湾了，而且军事基地哪那么容易就共奴就给人卖了的，不可能的事情吧？观点 ：F-35其实不只是隐形战机，是空中的作战平台，可以同时遥控8台僚机同时攻击。也同时把空中资讯和地面飞弹系统分享。观点：其实台湾挺过这一阵子就安全了 ，CCP 就算军事冒险也就这会儿了，再往后台湾军力起来就放心了。大概是这样，我同意啊，因为还是有一些时间啊，就是说台湾采购的这些军备，它陆续到货啊，陆续到货。等这些军备到货了以后，我估计这个军事实力对比开始发生变化，双方的这个话语权又会发生转变啊。情况，土共打台湾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在短时间内登岛。兰德公司的报告称，登陆艇横渡台湾海峡需时8小时，以现在土共的装备，第一天能送2.5万人登岛。第二天开始，每天1.6万人，这是在没有任何抵抗的前提下，8小时的航程毫发无损，怎么可能啊？那倒也是，8小时，8小时的登陆，你还要集结吧，对吧？你首先要集结吧，集结之后，那不就是开始打咯，一直打8个小时，然后台湾有那么多的导弹对着打。你说一天2.5万人在海上飘着，然后你的那个航母冒着烟在中间挡一下，我觉得不靠谱。老实讲，我真觉得不靠谱啊。情况传说了很久的歼31也是假货。听一个空军当副师长的亲戚说，航展里拿出来的样机，部分机身还是木头做的。就算以后能真搞出来歼31体型尺寸和 F-35差不多，但用2台发动机，机内放油的空间一下少了一半，天生腿短，这就是中共空军自己都不愿意投钱继续研发的原因。观点：目前世界上第一强大的海军是美国海军，第二强大的海军是美国海军退役舰艇管理局。世界第一强大空军是美国空军，第二强大的空军是美国海军航空兵，其后的第3、第4还轮不到中国海空军啊。这里仅仅讲的是装备实力，而决定胜负的另外一个因素，军人素质方面，中共军差更多。观点与提问：王老师这几期有几个新闻都是美国考虑，以王老师的判断，这些美国所谓的考虑是否在试水温跟老公压力，或者是真的在考虑，还有其真正执行的可能性有多大？2点。第一点，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啊，民主政治的国家，民主政治的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必须保证政府运作的透明度，政府不能悄摸尖的把这事儿给办了，那是不行的。所有的事情都要给公众知道，包括军事机密。只不过这些军事机密告诉谁呢？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那些议员们也得知道啊，知道之后他不能说他要签保密协议啊，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并不是说政府按照需要去把事办了就办了，不行的啊，所以这是民主政治的其中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得先讲出来。
所以你说美国考虑是什么意思？先造舆论，让公众知道有没有人反对，没人反对我就往前推，有人反对我跟他沟通一下，你说啊你担心这个问题，那我解释给你听，这个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然后你觉得 OK， 那你不反对，行我就往前推，所以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其中一个操作方式。所以我们讲美国考虑其实它就是要先放风出来，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他不会突然一闷棍出来，大家谁都不知道没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政府出了一个政策，没有这回事。所以这就是美国的政策运作的模式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情况都是这样，包括川普总统的一些行政命令，其实这个行政命令3个月之前已经放过风了，那么现在才实施，原因就是这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是视中共的水温，是美国公众的水温。这里面还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看哈，你看我们讲这个美国对台军售，你通过美国对台军售，你就知道美军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他手上的牌实在太多了，他随便拿几张牌去，到了那边都是大杀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还没看见那个什么打坦克的那个飞机，那个打法。所以这里面就是美国，他的问题不是他有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件事情，不是的。美国经常的问题是什么？美国经常问题，首先他搞明白他的敌人是谁，这是美国的第一个问题。搞明白了，哦，这是我的敌人。然后他第二件事情什么？说服公众接受这是我们的敌人。然后第三才是我要制定一个政策对付我们这个敌人。然后就是你要给我钱，我去把这件事情给办了。这就是美国做一件事情的整个的流程，没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讲这个民主政治，它的决策效率就没有独裁快，效率高，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并没有关系，当美国社会达成共识的时候，那美国人参加二战，那把日本人把德国人们打败，就是这样，那大家就会同仇敌忾去对付他，这是全民的意志，那才叫真正的全民意志啊。问题想请王老师分析一下，印度主动攻击的可能性大不大？我觉得印度主动攻击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印度也不是那么好战啊，而且印度现在它占有主动，它干嘛去主动进攻？一个占有主动局面，它主动的情况下，它不会去进攻。它进攻是什么？进攻的是通常是两军对垒，我处于一个不利的状态，而我要改变这个不利的状态的时候，我可能会主动攻击。那我现在占领主动，我该要的地方我都要到了，我就把这个排兵布阵布好，我为什么要主动攻击？所以印度不应该会主动攻击现在这个情况，因为他在那个叫发卡湾的那个地方，他们已经占领了那些区域啊，所以他不需要主动攻击啊。提问王老师 ，CCP 宣战的正式流程是什么？我看规定开战要通过全国人大，习近平如果想开战，党内会如何阻止啊？第一个，全国人大那个程序你不用管它，为什么？那只是程序啊，只是走程序。那么当然，如果真的CCP 要开战，肯定要政治局常委会通过。那么这是一个常委会要做出决策的动作，而且做这个决策，我觉得政治局常委会也得找一些老同志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吧。这么大的责任啊，没那么容易下的啊，所以CCP 关于宣战这个事情，你可以看一下，没有几场中共建政到现在没打过几仗，没有正式打过仗。
邓小平打过一下，越南打过一下，之前的抗美援朝那议了很久，那其他就没什么大仗了，没有打过什么仗，所以基本上，中共没有既定的程序。我认为中共真的要打这个仗的话，应该是什么？应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请老同志跟政治局常委们来议一下，然后在政治局会议再议，应该是一个这样的程序啊。其他的像人大这些，那就是就是党内，首先是党内要做一个决策，党内决策是决定性的啊。观点：台湾海峡远远大于诺曼底海峡，因此渡海作战需要什么样的兵力、后勤保障都能计算出来。结论：共军要破坏台湾、摧毁台湾，让台湾变成火海的实力是有的，要占领台湾的软实力30年内不存在。OK。观点打卡墙内第一次留言，听完上期的节目，虽然在墙内，但依然对那封信很震惊，对中国的未来好绝望。孩子9岁，在听花木兰的故事，今早赶紧在上学的路上引导。木兰从军是因为爱爸爸，但他也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撒谎。他有没有不撒谎也可以去帮助爸爸的办法呢？孩子答没有。继续引导孩子，有时候不撒谎去做的事情看上去更难，但我们还是要在不撒谎的前提下努力去做。感谢王老师的节目经常给我们提醒。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我给你的建议还是尽量的看美国的这些书吧。美国有很多的绘本，非常优秀的绘本，美国啊、英国啊这些都有非常多的绘本，你还是给孩子们看那些吧。尽量少给孩子看这个中国自己做的这些东西啊，因为什么？防不胜防啊，防不胜防。情绪，王老师上午关于中国普遍的排外、冷漠、逐利的思想状态分析的太好了，一定要把主题部分作为经典传播，希望以后多给大家这种角度的启发，让我们从文化和人性的深处思考中国当今社会的困局。非常感谢，谢谢你的肯定，谢谢啊。提问，请问王先生，感觉民主党只会宣扬怎么样把蛋糕平均分开，很少做过如何把蛋糕做大，而且对中共我不记得有过实质性的制裁行动。民主党对中共做过最严厉的制裁是什么？我不是川粉，但对民主党目前对华政策越来越失望。我觉得如果拜登上位，说明美国民众得多讨厌川普啊 ！OK， 提问：佩洛西声明要引用第25条修正案，以健康为理由罢免总统，王老师怎么看？我真的很意外，老实讲，为什么？因为马上要大选了，那马上要大选，你还要去罢免啊？那他得多恨这个川普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3个字，不可理喻。为什么？大家知道罢免总统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罢免总统是一件非常大的国事啊！就说，除非这个总统有非常严重的错误，你否则的话，这甚至是个犯罪行为，你就有点像尼克松啊。尼克松当然是没等到去罢免他自己就辞职了。就是你得犯这种级别的问题，你才会去做这样的动作。那么佩洛西说这个川普健康有问题，所以要罢免他。以我对川普总统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他体内已经有抗体了，然后他出来演讲，出来做电视讲话，基本上我觉得他身体状况应该还是不错的。那么他也没犯错，染病这件事情并不是他的 intention 嘛，对不对？他是个受害者，那么为什么要去罢免他？我觉得不可理喻，这件事情不可理喻。我对佩洛西的这个行为，我认为他是不正确的啊，这个动作是不正确的啊。
提问，请问王先生，珍珠港事件会重演吗？你是说中国吗？不可能，中国很清楚，中国没有当时日本的实力啊，中国现在的军力还比不上当年日本的军力啊。你想，日本当时发动太平洋战争，直接打掉啊，直接把那个从整个太平洋地区占领啊，中国没有这样的实力啊，中国哪有这样的实力，跟日本没法比，所以他有没有实力去偷袭珍珠港，做一件这样的动作？我觉得中共没有这样的实力，也没有这样的心智吧？你说呢？观点，不要看台湾小弱点一大堆，但大陆腹地大，要防卫的海岸线也大，尤其是有俄罗斯虎视眈眈，中共又跟旁边的邻国相处不好，一旦陷入台海战争僵局，印度切断中共海上石油，中共就首尾难顾了。如果他真要打一场台海战争的话，或者武统台湾的话，那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策，那做很多的准备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事情。你想一下，跟印度有矛盾，跟这个跟印度有矛盾，然后这个周边的这个领土问题又一大堆啊，包括南海沿岸的这个越南啊、菲律宾啊等等都有矛盾啊。那么中国发起一场这样的战争，它的石油供给线啊，石油供给线北边有俄罗斯，这边是去西亚啊，去西亚。所以其实它还是很脆弱的啊。就是说你大体上想一下你就知道，中国需要进口粮食，中国需要进口石油，中国需要进口芯片啊等等。中国有很多很关键的东西都需要进口，因为中国已经嵌到整个经济全球化。什么叫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就是它有很多供应链在海外。那它要真的打一仗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海外的供应链，你想他主动攻击台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肯定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因为你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但虽然你说那是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其实你是一个政权，它也是个政权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如果美国领头，那你这么多供应链一断掉，你这个国家经济会是什么情况？我觉得如果要算这笔账的话，这个账算不过来，真算不过来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我们明谢一下 Jack 提问：美国若是愿意租给台湾，为何不卖给台湾？租和卖之间有什么政治或者国际上的差异？如果军售，它的程序应该会很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F-35是卖给美国的盟友，军事上的盟友。那么如果他真的要卖给台湾的话，那么会受到很多的制约。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安全上的问题。如果这一不小心，这被中共拿走了怎么办？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安全的问题。所以租赁我觉得会比卖会更好的是，第一，周期会短，会尽快成事；第二个，他把它放在美国本土或者是美军基地里面，帮助他保全，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有这方面的考虑吧卢小俊，谢谢 Rene Mac， 谢谢陶建明，谢谢捞音捞，谢谢王老师。上一期议题非常好，但没赶上直播。中国现在的苦读就是传统文化加洗脑，才会产生那么多的怪胎。日本成为先进发达的国家，脱亚入欧的一系列改革，真正走向文明，非常正确。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